满地黄金啊！满地黄金，满地黄金，满地黄金！甜蜜蜜哇，是麦芽了，麦芽，对麦芽，一番发财，二龍什麼西洋開泰，三樣開泰，四季平安，四季平安，福臨門，六六大順。哎，大家看到刚才欢乐的视频了吧？新年的时候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走到了一个大马朋友的家里面，和他以及他的朋友家人一起啊吃了一顿饭。非常特别，这个很特别是吧？我们作为生活在大马第4年啊，我又要讲，这算是比较新奇的一个体验，让我们也感触良多。对，我最特别的很朴素3个字的感受，好開心。很开心啊！是的，是的。哎，怎么讲啊？去大马家人会很开心呢？因为中国人不是你们自己也过年吗？不是也有类似的吗？过年不都应该是开心的吗？哎，那么怎么讲呢？王太，你先来说说看啊，直观的走进去，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是指到了朋友的家里啊。就想到以前有一首歌叫《Home Sweet Home》，可以进去美国的乡村民谣，是，就扑面而来，感受到这个家被这2位朋友装点的，真的是非常有家的温馨气息啊，非常讲究啊。用你的话说，我们从进门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就是门口的铁门就已经把它布置成过年的这个年味儿，对吧？对，有上面有红颜色主题的各种各样的装饰。进去之后，你就发现整个家也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哎，我必须要提一下一个细节啊，因为说不定大马朋友会有 echo， 就他门口铁门上绑着2根超长的乐事的薯条桶做的这样超长的东西，但上面有个开口，就好像是这个财神爷可以来扔钱的这种对，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属于极繁主义，但是你看了之后，你还是觉得井井有条，而且都是呼应到节日的气氛。你看到随处可见的这个舞狮的元素，对吧？就是你可以看到大红喜庆的这种春联也好，包括他们家年饼的盒子也好，你会有一种感觉说这是传统的年味儿。可是你仔细看，每一个细节又和我们脑海当中所谓的传统是大相径庭的。对吧？比如讲说，他们放年饼的那8个小盒子，是你看到过吗？我看到了。对，我们就讲这个细节啊，放年饼的，首先挑着比较好的这种盒子，然后呢，你既要取起来方便，然后呢又要卫生。它每个盒子的盖子下面有一张纸巾，还是垫在这个上，比他们传统用的8角的呢，那个拿起来你说容易漏风啊、不卫生啊，是的，又解决了这个问题。对，那非常讲究。对，8个小盒子非常的精美啊，然后再用这个纸巾垫子上面，能够让盖子盖得更严实，然后8种不一样的精心制作小零食，每一样都有出处，对不对？对，有的是他们的朋友的妈妈自己手做的，有的是3种口味的肉干。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用心啊！对，整个家的中间啊，用那种很大的那种腊梅花作为装饰。对啊，除了那种常见的贴纸啊、玩具啊、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啊，还有印象深啊，就是武装到牙齿，连一个水瓶都给它套了一个喜庆的衣服，是一个红颜色的唐装的那种。对，就整个家就像贴了一个新的皮肤，是你明显的感觉到，哎，这个是新春，这个是农历新年，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那种中国的会把它搞得比较像北方的那种口味啊，绿红色的这种系列会多一点，又不太一样。对，整个家里面它的整个配置的颜色就是温暖的基调哦，真的是暖光源打上这个红彤彤的这些小的氛围设置，真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哎，这是很讲究，所以这是给我们好開心的第一个感受。第2个感受，我想就应该讲一讲吃了一些什么嘛。既然是去吃饭，主要就是坐下来吃东西嘛。是的，你能讲一下吗？这跟中国的吃饭应该是大相径庭啊，完全不一样吧？对的。惊呆了，真的惊呆了！饮食专家，我觉得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就是你知道过年嘛，都是吃的非常好的，我就看到桌上放的真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菜。这个大菜就是一个是你知道它是好料，第2个你是知道是朋友，这对朋友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好几天，甚至有一道菜他们准备了12天准备好的这样一个大菜。哎，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吧，一个一个你记得的那个菜。我记得啊，上来我们先是喝了一个有各种各样海鲜的汤。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汤里面的食材非常丰富，可惜我们可能没有拍了一些细节。它是用猪大骨，然后还有干绑鸡的这个鸡骨，一起熬出来的这个汤，里面放了这个鱼瓢，
鱼瓢就是马来西亚非常出名的一些海产品，也是高档的这个干货。鱼瓢，还有这个新鲜的苏东，以及他们专门认识的老摊位去买来的这个鱼丸。然后加上了非常爽口，然后非常让你醒神的白胡椒粉，整个就是鲜，就是它没有加任何的味精，但是这么多的好食材，应该还干贝调出来的一锅高汤，刚开宴就来这么一杯，还装在杯子里面，一杯这个汤就感觉暖心暖胃，气氛也上来了，情绪也上来了。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惊叹的就是这个没有 MSG， 我知道这个朋友他很讲究，他是纯的这么多好东西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鲜，是这么的醒目啊。醒口是它是用那种什么鱼骨磨成的粉来作为就是大地鱼粉，还放了大地鱼粉，就是我们说港式云吞面的汤里面会放的那个大地鱼粉，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听着这个朋友如数家珍的介绍他的每一位食材。老实讲说，我觉得真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啊！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些菜吧，还有一些什么菜？还有就是两个颜色是我们叫红烧风格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制的盆菜。这个盆菜实在是不得了啊！就是你感觉是像我们拳头大小的花菇啊，肉特别特别的厚啊，是好好吃啊！还有就是我难以忘怀的那个海参，对，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海参。对。我们这个朋友他发了12天，整整发了12天，各种各样的用冰水浸，然后又水煮，然后再洗干净，再浸。最厉害的就是他把这个海参煮了，里面都是这个高汤的浓郁的滋味。对，这说是同仁堂买的是吧？2条就要500块钱。鱼人参鱼人参买的2条就是500块钱，对，又大。对，然后呢它的这个肉质应该说没有那种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吃到会有感觉有沙子也不是水水的，因为它把高汤的味都吸进去了，是的，也很 chewy， 就 chewy 又不是到 chewy 到那种嚼不动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像在吃那个芋圆那种感觉，对吧？是，所以这个也很好啊，对吧？这个很不容易，这真的是花心思的一道这个大菜。然后你还看到那个盆菜上面装点了很大一团的那个发菜，讨口彩的发财嘛，对吧？然后这是一道，另外还有一道红色的菜是这个炖猪手。炖猪手朋友旁边还加了这个sea asparagus， 就是这个竹蛏吧，竹蛏肉旁边还放了好像很好他特地去买的这个猪筋，然后卤了之后一起上来，哇，真是太好吃了。是啊，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那个炒米粉，感觉是平平无奇，炒米粉应该平时饿到没东西吃了去买一点的，但不是他们用的那个米粉也很好，对吧？又放了很多的虾，叫什么新竹米粉，临走还送了我们一包对，你感觉是家常菜，但是呢就把它炒的就是非常入味，那个米粉也非常有嚼头，我觉得很好吃。我那天吃饭的时候跟他们打趣，这不是炒米粉，这是炒干料，因为米粉远远少于他们里面放的料。你看有这个苏东，然后有切成丝的鱼饼，还有鲜虾仁，对吧？还有青菜。你感觉就是在很多料里面去吃点缀的米粉，这个简直是颠倒了。但是真的料太足了。还记得他们还特地煮了那个印度香米来给我们说就怕你们这个捞汁特别爽来配一些饭，我们吃的也很开心。对，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菜捞生我们不一一展开了。因此你来看我们吃到的菜，哪些冷菜热菜，吃到的是什么菜，和我们中国的新年聚会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对的。我们如果在家里吃，那每个地域有自己专门要吃的一些地域特色的菜，对吧？以前我们好像也说过一些。可是呢，你要去饭店吃，都是大家平时看到的。首先是什么？数量很大，很多各种各样的菜，对非常非常多。然后呢，以炒的东西为主，怎么感觉呢？就说大马吃的跟中国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首先量少，但很精我觉得它跟我们的那个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它没有所谓的冷热之分。你可以发现说，在整个这一餐吃饭的过程当中，两位下厨人士都是坐在我们餐桌上面跟我们一起谈笑风生，也只是很快的下桌去把那个菜拿上来。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吃的大部分的菜是凉菜，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所谓的凉菜的概念。如果在中国是热的，对，如果是老派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父母辈，他们会觉得这个也是请别人吃饭你可能没好好准备都是凉一点的为主，但是这个凉的东西也是特别的好吃
并不会影响它，因为它凉了之后它就不好吃。可能这是跟马来西亚的天气有关，还有可能是和这些菜的这个烹饪有关。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下面，其实大家真的在乎的是团聚。而不是说你为了要 serve 大家，就是为了配合大家出餐，你要牺牲掉你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是可以稍作解释啊，因为没有冷热之分的话呢，可以提前准备好，对，然后端上来大家可以一起做。因为中国呢，你冷菜是可以准备好先上，对，然后每一道热菜作为主厨就要到后面赶快去炒制出来给客人享用。虽然我们那天是6个人，你说人呢也不算多，但是王太你也好几年，我们可能少于6个人，就4、5个人，你也几乎在吃饭的过程中是上不了桌的。是的，对不对？是，因为你每到到后面去准备啊，重新去炒嘛，不花时间啊。对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位朋友家里面他们是开放式的厨房，我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开放式厨房的好处，就是他们即便是在备菜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加入到我们大家的闲聊，对吧？然后包括他们甚至朋友家里面的碗筷不够，可能是需要一个菜吃完之后立刻马上洗出来上下一道，但是他在里面就是我就主人在那边很闲适的洗着碗，然后还转身跟我们聊聊天，这个互动的感觉真的非常棒。对，而转身这个吧台就连接了两边，不像我们这厨房都一路可能10米走出来。是的。这个就相当于就是隔绝了，厨房是一个好像是你不应该进来的，是我准备好才能走出来的一个暗河，来跟这种有交流的，就是做饭就是你吃饭和享受的过程的一个部分，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对的。其实我特别要讲，因为很多人去中国吃过饭，或者看到中国人点菜呢，都会惊讶于说中国点菜之多，对吧？我们大概就是每个人要配一个冷菜一个热菜，比例可能还要再多一点，还有呢有一些点心啊小菜，这么来说10个人坐在那里稍微多一点30个菜是很正常的，是这个很浪费啊。其实除了浪费之外，你看准备的人就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吃饭，一起聊天了嘛。这是你刚才点到的这个，因为你每年都跟我们做，其实你经常都上不了，这个让你也很 suffer 对吧？其实你感觉参与不进来，有这个吧？对，做年夜饭的人往往是牺牲了吃年夜饭团聚的这个机会，然后自己是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在厨房里面忙碌。可是在马来西亚感受就是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种形式更好。甚至我也在想，以后我们也应该吸取这样的这个经验，少一点，全部上完之后大家就是宾主尽欢。对，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好，这就进入到说很讲究，让我们感到豪华一森的第3点，就它整个 vibe 也是很开心的。是的，对吧？我们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都在回忆小时候。对因为这个客人和邀请我们的主人都在说你看啊，这个菜我的煮啊，就是尽力的要去煮到小时候妈妈煮给我们的这个味道。对，我试了很多次，终于煮到了。另外一个说，不对，还有一道菜是这样的啊，这才有我小时候妈妈，他们都在回忆妈妈的味道。我们新年吃饭应该很少有人还在有说回忆叫以前的味道，很少有人准确的要去回忆到妈妈的味道，比较少，我觉得。是吧？可能因为我们做菜过年好像没有什么是像他们一样一些固定的菜色，就比如说他们的固定菜色就是一些非常高档的食材，比如说花菇啊、海参啊，会炖那么一锅，还有猪脚，就是每年是老演员，可能1年只吃一次，所以1年吃一次的这个机会是特别珍惜的，所以又是特别美味，妈妈煮的特别好，所以让他们永远的就记到现在。我感觉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家里面如果去爸妈家里面吃饭，很多都是他们的买现成的回来热一热，其实是食不知味的，味同嚼蜡。我们如果退回到20、30年前，家里也是这样子，总有1、2道菜是只是新年做的，来拿出来，还很有说头，有很多话可以去聊，其实挺好的。它又连接了这种情感的这种记忆。是，而且他们就是像我们朋友可能是比我稍微再年长几岁，他们记忆当中年夜饭是一定是家里自己做的，好像不存在说我们看到另一批可能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甚至比我们更小的朋友，他们是觉得年夜饭就是外面买过来热一下就可以，他们还保留这个老派的这样一个想法，甚至就他们这个年代已经是身体力行，成为了年味制造者。是的，我还发现吃完之后大家坐下来喝饮料，吃一吃年饼，讲一讲其中的故事，也是挺好的。但仔细你去分辨，中国呢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是和老人啊亲戚啊一起去聊天玩，也有的。但不一样的是呢，我就是在中国会聊到很多私人的事情，就是你工作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找到女朋友这种就特别多。他们聊基本上这种边界感，哪怕是很熟的朋友之间
还是蛮重的，就不太会聊到你太过私人的这些事情。是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面年夜饭餐桌上面就是要问亲戚问，哎，这次期末考试考几分啊，第几名啊，就这种事情问了你很尴尬。对吧？但也可能是马来西亚人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感，所以就使得他们的吃饭就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怎么让大家吃得尽兴，而不是说，这是一种长辈对小辈的一个像 inspection 这个样子突击检查。对，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显示家长权威的或者说我来质询你的这个时刻，而真的就是一种放松，就像有时候朋友见面了，大家喝一些酒啊，聊一些天啊，就非常放松的。讲到这个气氛，我还注意到，我不知道是所有大马人，还只是他们就是背景音乐还特地挑选他们喜欢的一些歌作为背景音乐在放，所以整个气氛真的是很开心的是的。而且就是我觉得这对朋友他们是属于性格非常好，非常温和，而且情绪稳定的。就这种情绪稳定，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他们家里面是养了4、5条狗，有10只猫，可是在他们家里面，真的这些动物们都非常的安静，也是情绪非常的稳定，对不对？不像我们以前去亲戚家里面，人家养1条狗就是鸡飞狗跳，就追着你，然后整个大家都吃年夜饭都是心神不宁的感觉，就感觉说，这种快乐祥和的氛围是浸染到家里面的每一个生物，跨生物的可以传染。对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讲究，然后从装饰到菜品，再到整个氛围，透露出的真的是让人很欢乐的，有一种过年的独特的，就平静又欢乐的这种喜悦在。是啊，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国家年夜饭可能我是指我们上海，我们的家里面可能觉得年夜饭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种类，就菜的种类一定要多，大家要吃到各色各样的冷热酸甜，什么都要来一遍。但是在这边你会发现说，你好像不需要吃很多种，因为每一样东西它都是精心制作的。其实人的食量是有限的，品尝的非常周到，然后仔细准备的这些美食，你真的就会感觉到很满足。然后你不会吃很多，但是你每一样都印象深刻，其实就已经够了。这也是个关键。我们好像在形式上把它准备得很好，所以总是把自己塞到很饱，过完一个年都说，哎呀，我实在吃不下了，很塞啊，很那个，对吧？但是我们参加的这一次来说，我觉得它的氛围更加重要一点。我只是指出这种不同嘛，可能未必有好坏，因为中国以前大家吃的很少，用过年来作为一个好好吃一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不过我是觉得大马的这种华人庆祝新年的形式也是不错，也非常值得学习。像你就得出说未来可以少准备一点菜也是可以的嘛，对吧？是我们准备几个精品菜，准备几个平时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做的非家常菜，我觉得这个就是过年的这个意义嘛，对吧？我们不要把自己折腾的过年吃的还是家常菜，只是种类多一点，其实它的意义不也是我觉得也是被异化了吗？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年已经快要过完了，大家是不是也是希望吃得更加健康一点，吃少少的量就获得更多的蛋白质呢？那你猜王太会给大家推荐什么东西呢？可以来我们 Ocoff 看一看从高蛋白然后优质脂肪的这样一些坚果零食，一直到可以直接入菜的一些鸡肉料理，还有三文鱼料理，大家都可以选择。哇，是，尤其是三文鱼很美这个是挪威次升级的，很久没有推荐它了而且三文鱼起价非常厉害，我们还是维持这个价给到大家，回去不需要处理直接很快就可以吃到，对吧？是的。好，那么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是的，希望这个年夜饭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感悟和这些力量能够持续我们未来的生活。好，谢谢大家，拜拜，欢迎评论拜拜。